朕说过，你生下的孩子就是朕的孩子。舌头，快跪下来！知不知道小雅的下落？早不在。这丫头的天资极好，希望她这次闭关有所收获吧。好一个至情至性的年轻人，对抗圣灵教的责任只能交给你了。小白还在天斗城，我给忘了。太好了，贝贝，有宋老和严院长出马，这次营救小雅的行动一定也可以顺利完成。大师兄，这次说什么也应该让我去了吧？轮也轮到我了。菜头，咱们唐门的情况你也知道，魂导器的订单都排到好几年后了。宣老师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其他人就属你最会制作魂导器，有你主持大局，我也放心。大师兄，你看，咱们唐门成立以来，只有一个人一年到头往外跑，宗门事务能推就推。偏偏这个人既有管理才能，又有极高的魂导师天赋，而现在他正好在宗门里面。二师兄，你可千万别背后下黑手啊！什么背后下黑手？我说的哪句话不是实情？这么说来，确实。大师兄，而且宇浩在日月帝国重点关注名单上，留在宗内暂避风头也是好的。我也同意让宇浩留下。宣老师，宣老师，我一定要去的。小雅老师不仅是唐门门主，也是我的大恩人，把他从圣灵教救回来，我当仁不让。你的心情我当然能理解，但是我要说，宇浩，你变得懈怠了。懈怠？宣老师，我在修炼上可是一点都不敢落下。现在的魂力已经达到80级瓶颈了。什么？80级？很好。那么我问你，你除了魂师，还有一个身份呢？您是说，魂导师？你的魂力一直在快速稳步提升，但魂导师等级却长时间停留在7级。要知道，你的对手日月帝国的强项，恰恰是魂导器与魂导师。如果不能挑战对手最强的强项，你谈什么击败对方？您说的对，要打败日月帝国，我必须在魂导器上有更大的突破。很好。8级分解炮，3天内完成这件8级魂导器，我就同意你参加行动。小师弟，你去哪里？魂导实验室。分解炮是一种通过空间裂解产生强大破坏力的魂导器，堪称单体攻击力最强的魂导器之一。在任何一个级别中，分解炮都是制作最为艰难的几种魂导器之一。班长要做的可是8级分解炮啊，制作难度可想而知。就连宣老师那样的9级魂导师，制作起来也要费一番手脚。其实，我想让宇浩留下，还是有自己的私心在的。私心？秋秋从龙城带回来的冰极神经，我用了多种方法研究它的特性，最终得出结论：这冰极神经的品质，足以与当今任何一种最顶级的稀有金属相比，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也就是说，它是能够制作9级魂导器，甚至是未来制作10级魂导器的材料。10级？而我受限于修为和自身武魂属性，是无法锻造冰极神经的。只有拥有极致之冰的宇浩自己可以做到。为了将冰极神经这样的稀世珍宝锻造为旷世神兵，宇浩必须在魂导师一道上
取得更大的突破。轩老师，您真是用心良苦。加油吧，宇浩！以我的天赋，9级魂导师就是极限了。只有你有机会去触碰那10级魂导师的极限。厉害！眼看着就是3天了，看来小师弟这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跟我们去了。是宇浩的方向。菜头，快去请轩老师。奇怪，宇浩怎么还没开始？好强烈的压迫感！宇浩身上散发的恐怖气息，仿佛是一头即将苏醒的洪荒巨兽。如果不是和这小子在一起时间长了，真的会以为他是一头人形凶兽啊！那是魂核。宇浩他已经凝聚魂核了吗？开始了。他在制作外壳。冰极神经。宇浩带回来的冰极神经真是极品材料啊！太神奇了，大开眼界啊！42块金属外壳，这么快都完成了。直接开始雕刻了，都不歇一会儿吗？8级分解炮的每一处细节，宇浩已经了然于心。锻造也应一气呵成，打断节奏反而不好。打造8级分解炮最难的地方，就是将24个核心法阵整合为3个中央核心法阵。这24个核心法阵，任何一个都比7级魂导器的中央核心法阵还要复杂。宇浩雕刻第2个核心法阵，只用了第1个80%的时间。当年我第一次制作8级分解炮的时候，足足用了6天时间，而这第1组核心法阵的雕刻，就用了3天。开始组装了。核心法阵再复杂，那也是核心法阵，需要的只是更多的精力、魂力和经验。而我的魂力和精神力，
早已达到魂斗罗级别，甚至与封号斗罗也相差不远。他能成功吗？最后一步了。动了！冰针。最后一刀，也是最难的一刀。这一刀需要连续扭转18次，而且一气呵成才能将法阵的魂纹完全铭刻进去。但最难的地方还不在这里，这最后的铭刻在稀有金属内部，必须将魂力凝结成细针进行雕刻，再精细的刻刀都不行。成功了！冰针18举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恐吓擒龙！恭喜你，宇浩。轩老师，您要亲手试一下吗？不必试验，我亲眼看你制作，没有一丝错误。臭小子，你现在是货真价实的8级魂导师了。这段时间你留在宫里专心备孕，前线的事务先交由林海将军暂时接管。皇后娘娘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可以了，太医，开始吧。演员呢？小家伙们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很好，我们出发吧。
酷的战场。天魂帝国虽然国土损失大半，但依托军事重镇天灵城摆下大阵，暂时也止住了颓势。天魂、斗灵、星罗3国联军相加，至少有50万大军在这里。而与此相隔50里外，日月帝国也至少有30万大军与之对峙。这次行动只为营救小雅，切不可恋战。我们到了。